夫君，七皇子那处可会因为五妹妹成为太子侧妃而对你心生芥蒂？他根基尚且不稳，短时间内不会对我有什么想法。陛下将你强逼到七皇子那边替他站台，说日后七皇子夺得大宝，那自然是皆大欢喜。可太子到底是正统，如今还有了后嗣，地位自然更加稳固。待到太子即位那日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别怕，陈烈户今日演的这一出情深意重的戏码，不会叫太子一点芥蒂都没有的。若非谢文珠怀的是他的长子，而且他急需要这个孩子替他稳固地位，他不会容许这样一个名声有污的孩子生下来的。说起来，此事还是你的功劳，阿密这主意甚妙。只可惜还是慢了一步。没事的，阿密，今日那人至死都对谢文珠念念不忘，太子心中定然会有一根刺。他的心胸比针眼大不了多少，今日他虽认下这个孩子，等到日后有别的孩子出生，他便会冷落了谢文柱，所以没关系的。那陈烈户呢？我派人用死囚将他换了出来，而后便送他回北地。这陈烈户是魏明在牙兵之中亲自挑选的，是世世代代忠于谢家之户的孩子，最是忠诚可靠。谢家世代镇守北地，陈烈户也是北地出来的人，此番回去也算重归故土。到底是因为自己在朝堂上的事让他跟着担心了，他本该无忧无虑地做他的世子夫人，和他相濡以沫，平平安安幸福快乐地过完这一生。但阿让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，无论生死。他一直从江蜜身上索取，盼望他能给自己充分回应。每当他扭扭捏捏表达一点心悦之时，他总是欣喜若狂。可是当他就这般毫不保留地向他倾泻爱意时，他竟热泪盈眶。他从小到大都没接受过这般炽烈直接的情感，所以他手足无措。哎呀，我们让让哥哥怎么哭了呀？这么感动啊？你眼花了不成？是呀，是我花了眼。我们阿让英勇神武，怎么会哭呢？定是我看错了，罚我亲你一下。哎呀，还没消气呀？那再亲一下。再亲，还亲。你不许生气了。本来也没生气。那你就是想骗我多亲你几下，你太讨厌了。夫人，这是早上赊欠的账。你尝尝，好甜的。烟花落尽呀，映上一壶茶。梦里寻红妆，一袖月纱。一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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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花，一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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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情债，浮生余生心生生生如儿水去映残花，守着一遍一遍一遍春花落，有雨一滴一滴一滴来倾诉。过尽万家的行花，飞叶摇摇晃晃随漂泊。烟花落尽呀，映上一壶茶。梦里寻红妆，一袖月纱。饮一杯茶，梦中是落花，仍在谁心呀？
贱人，贱人！晦气的东西，拖出去，给我打！太子妃在东宫发难人，贵妃听闻此事，却是半晌没有反应。防住了一个，倒是没想到外面还有一个。娘娘还要继续吗？继续，只有她生不出孩子，东宫才有的闹。可安排好了？大人，一切已安排妥当。谢文珠有孕，东宫太子地位更加坚固。这一番变故令谢之让的安排不得不提前。世子，少夫人请您回去用膳。知道了。夫君，你来啦！想我没有？午间睡了觉刚走，这几个时辰不见，哪里就要想了？我才不想你呢！夫君，这是什么呀？你都不想我，还管我拿了什么东西啊？好漂亮呀！夜珠，它叫夜珠。夜珠子夜，借盒珠子送给你，便是想让你做成首饰戴在身上，带着夜珠，就好像我在你身旁一样。阿弥，明日我要去做一件事。从我踏入皇宫的那一刻起，我便永远再回不了头了，应当是会成功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后悔。只是想再看看你，自私的想让你一直记得我。你就这么舍不得我，想和我一直在一起啊？是啊，那你要不要把我带在身上呀？好吧，那本夫人就勉为其难的答应吧。我把春光覆水流，秋来树叶红。又见候鸟向南飞，眨眼已入头。我怕前路太朦胧，只身无人相送。人海茫茫的我和你，何处能相逢？我怕时间太匆匆，我怕回头两手空，怕语言只是一词穷，我怕心事已成梦。我怕柔情你不懂，我怕有时却无衷，怕容颜终究会变老，我怕青春在霓虹中。松一些。阿弥。不管东宫内部怎么争斗，谢文珠到底是怀上了太子的长子，而七皇子尚且稚嫩，这便让他生出了紧迫感。皇帝年纪渐长，
大权在握，美人绕膝，这些已经不能满足他。他年富力强之时，便虚心求道。如今年岁大了，便更加向往长生不老之道。听闻那禅溪真人道法高深，鹤发童颜，皇帝便派锦衣卫寻求禅溪真人的踪迹，以向真人求长生之法。但禅溪真人云游四海，行踪不定，锦衣卫寻找多年都未找到他，他短时间内也寻不到合适的切入口，便只得兵行险招，想了这么一出指鹿为马。左右皇帝是没有见过禅溪真人的，还不是任由他说是或不是。今日之事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朕心中有惑，未解多年，听闻真人您道法高深，便派人在世间寻找您的踪迹，以求解朕心中之惑。可是有何不妥啊？贫道方才观陛下周身有龙气护体，气运充足，此乃天下之大吉。有您在位，必定风调雨顺。但贫道掐指一算，猜测陛下忧心之事在南方。这本奏折是浙江道御史今早刚递到御案上的，没有经过任何人的手，故而他不可能知道御史禀报的事情。皇帝心中那点怀疑散去。那一真人之间，贫道只知晓，陛下您的玉要掉了。妙极妙极。二人就道法一事聊了许久，皇帝心满意足。尤其他年纪大了，床帝之间有些力不从心。禅溪真人教了他一套采阴补阳的房中术，又答应炼药替他补身体。子爷啊，能找到禅溪真人，你功不可没，朕要好好的嘉奖你。微臣不敢邀功，能为陛下分忧，是微臣之幸。哎，你何时同朕这般客气了？不过既然陛下您这么说了，那微臣也不同您假客气。微臣看上了那块刚刚进贡上来的缂丝料子，想着给内子做件衣裳。朕赐给你的这个妻子，当真有这般好？陛下赐婚自然是好，女儿家爱俏，不知陛下能否答应微臣？你眼光这般毒辣，贵妃又该念叨朕了。微臣谢过陛下赏赐。次日，朝堂之上，群臣商议南边水患一事。皇帝下旨开仓放粮，收容难民，救治之事有条不紊地进行。有不少官员借机提出关停漕运，可这漕运如何能关？休说这一船船的官粮供奉了多少达官显贵，便是为着数百万百姓的生计，这漕运也轻易停不得。更何况，多数官员从漕运之中获取利益极大，怎能允许漕运停摆？一时之间，朝堂之上争论不休。皇帝被他们吵得心烦，一看谢之让在睡觉，更加生气。吵吵嚷嚷，跟泼妇骂街似的，像个什么样子？没见陛下被你们气得头疼吗？陛下，微臣昨夜睡得不太好，还请您恕罪。睡得不好，为何不好？皇帝心知肚明。滚滚滚！朕看着你就来气。退朝。大人，太子殿下的人找到禅溪真人了。谢之让不清楚那人的底细，但知道自己送进去的那个就是个假货。不管太子找的那个是真是假，都不能让他活着出现在皇帝面前。找几个眼生的，把人杀了。是。大人，我们的人去时正好遇见了小老头出逃，那人油嘴滑舌，兄弟们心有犹豫，便将他带了回来。地牢森冷昏暗，阴风吹过，清冷的火光一阵摇曳，让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
你们深更半夜把我抓过来，能不能给件衣裳呀？万一我要是躺板板了，你们该怎么和主子交代呀？死了便拖出去喂狗，有何可交代的？不要这么冲动，杀人是不好的，咱们和气一点可好？每天喊打喊杀的，多不好啊！再啰嗦，就把你舌头割下来！你这年轻人怎么这样呢？大晚上的，我不想听你和我兜圈子。你是谁？太子找你什么事儿？都给我一一交代清楚。不是你让我别说话的吗？我也不是很想知道到底是何事。你这年轻人一点都不尊老爱幼，能不能有点耐心？你别走啊！我说还不行吗？小老儿是谁，想必你也是知道的，毕竟你让人找我找了这么久，对不对？至于太子找我什么事儿，我想着你找我什么事儿，他找我就是什么事儿吧。你说你是禅溪真人，我如何信你？你看看这把年纪，这光洁如玉的肌肤，这天地间除了我禅溪真人还有谁？你居然找人冒名顶替我！假的那个禅溪真人是魏明亲自找的人，绝对可靠。此事又只有他们三人知道，这小老头如何会知？我找人顶替你，你为何这般说？自然是我掐算出来的。你手足兄妹缘浅，皆已离世，命是富贵命，就是有3道大劫，如今已有2劫化险为夷，第3道劫吉凶未卜。他说的3道大劫究竟是真是假，暂且不知，但其他的都能对上。已经化险为夷的2道大劫，一道应当是3年前谢家面临的倾家大祸，他卖身于皇帝时吞下的秘药；另一道便是金岁春猎时摔下悬崖。你这日角月角略微有些暗淡，该是你父母的身体不太康健吧？但瞧着问题也不大，你这红鸾星倒是挺好，夫妻宫也饱满，想来和你娘子也是十分恩爱的，可惜了，子女缘薄。莫杀人，莫杀人！你这般乱造杀孽，自己命硬倒是不怕，可全会报应在你家人身上呢。此话何意？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少杀人，好好一条人命让你给了结了，哪能不还的？你还不起，还不上，可不就要你娘子替你还？锋利刀刃抵住小老头的脖颈上，再进一步就能取了他的性命。但谢之让无论如何都使不上力。若是有人真刀真枪地对着江蜜，他还能想办法周旋，但此等虚无缥缈之事，他不敢去赌，他赌不起。你这人坏事做尽，却是个情种。我可以不杀你，但你永远都不能出现在京城之中。好说好说，左右这京城也无趣得很，我是不喜欢，不来也好。出去之后，你不可再对外人说你是禅溪真人。这名号什么的，都是虚的，也行。从这里出去，一直往前走，不准回头，脖子乱扭一点，我便让人把你的头砍下来。我遭不遭报应，那是以后的事儿。但你今天一定能见到阎王。你方才说我子女缘薄，是我此生都没有子嗣的意思吗？不一定有，但也不一定没有。这般没有准头的话，却叫谢之让心中生出几许希冀。有没有孩子他自己是无所谓的，不过偶尔的他也会想一想，他和江蜜的小孩会是什么样子。他想江蜜一定是想要个孩子的，而且他服过秘药，万一有一日压制不住毒性，他彻底丧失理智，江蜜一个人该怎么办呢？有个孩子照顾他，他也能放心一点。
像鲜艳的远方染白了霜，在晨雾中摇晃，盼梦中能只相望。那雀跃的时光都已经泛黄，迷失在路途上，忘了我的方向。原谅我曾年少轻狂，不知思念模样。许多年后才懂欣赏，相聚相守的风光。就算命运翻美，山川关上，你依然是一束光。我应对过，希望就在前方，就像从未绽放。原谅我曾年少轻狂，不知思念模样。许多年后才懂欣赏，相聚相守的风光。就算命运翻美，山川关上，你依然是一束光。我应对过，希望就在前方，就像从未绽放。就算命运千变万化阻挡，我依然在这地方。念念不忘，直到飞发飞扬，让回忆舒爽。都是死人不成？还不把那些虫子都给本宫粘了！殿下，夏日暑热，臣妾亲手为您熬了一碗莲子羹，殿下可要尝尝？太子侧妃嫁入东宫，还怀有身孕，她只盼着能将人哄回来，好让她顺利生下嫡子。放这儿吧。殿下这般恼火，可是因为禅溪真人一事。如今的禅溪真人被谢之让抢走，依着他的性子，有没有活着还两说呢。殿下既然知道宫里的那个是假的，您何不直接同父皇说呢？左右您二人才是父子。你当本宫没这般试过？但那假道士尚有几分真功夫，将父皇哄得晕头转向，倒是将本宫臭骂了一顿。这谢之让一次次坏本宫的好事，本宫日后必定要他好看。待您登上那个位置，一个谢之让算什么？整个宁安侯府都是殿下您说了算。太子妃说这话，原是想暗戳戳的叫太子日后抄了宁安侯府满门，却不想经他这一提醒，太子倏尔想到江密。是啊，等当了皇帝，自己还用受谢之让的气吗？便是当着谢之让的面玩弄江密，他敢说什么吗？夫妻俩各自心怀鬼胎，畅想未来。她本也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，无奈父兄入狱，她小小年纪便被卖入青楼，及笄当日便被当作货物般拍卖出去。这么些年，她身子早就被养坏了。她在青楼待了那么久，见过高于子弟争缠头，见过年老色衰泪自垂，更见过痴心佳人遭君负。她谁也不信，谁也不爱，
也不愿意就在那烂泥一样的地里了却余生。所以在谢之让派人去搜罗美人时，他机敏地抓住这个机会，来到皇宫，他想为自己的晚年谋一个保障。那天在梦里，他梦见许久未见的任氏张牙舞爪地把江蜜吞吃入腹。他张嘴想喊些什么，可他无论多么用力，口中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他只觉得脖颈处又酸又累，眼睁睁看着江蜜消失，心中满是绝望。三。愿你伞冬暖，愿你春不寒，愿你雨天有伞，愿你梦能安。江蜜感染风寒，病得几乎下不了床，他惶恐不安，再顾不得外面的事情，日日夜夜陪在他身旁，不敢离开半分，生怕江蜜挺不过去。看着江蜜憔悴病容，忽而便想起那小老头的话。那小老头说，他造下的杀孽终究会报应在江蜜身上，便心下惴惴，唯恐江蜜有什么不好。于是他特意去护国寺求了2串佛珠，一串戴在他手上，一串戴在江蜜手上。浮云一别后，流水10年秋。君来随君意，君走我不留。此生无托于岁寒凉三友，闲来年旧事，与谁饮新酒？山外的山，我望不穿，清风过间，有似故人在眼前。风吹山丘，年华江流，山河无言，如我只字不提的想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串佛珠的缘故，江蜜的病还真就慢慢好了。从那以后，除了沐浴洗手，他便时时刻刻带着这串小叶紫檀，以求保佑江蜜平安无事。在天边一幕晚霞，问你壶清茶，把故事回忆都作罢。夜呀人烛火又缠绵，有一年如你在身边。时光匆匆地走啊走，可曾为谁而停留？多少光阴似水东流，却带不走爱与愁。岁月无声地透啊透，偷偷染白了少年头，跌跌撞撞半生已过，多少遗憾心中留。人生这一杯酒啊，
只要一喝就上头，百般滋味皆入口，烂醉后日升月落，春去秋来，眨眼间便是5年光景已过。这几年，谢之让越来越困觉了，醒着时倒还好，一旦睡着便轻易醒不过来。若不然你再睡会儿吧，等会儿我一个人去接他们便好。没事，答应你要一起去的。夫君，真没事，已经醒了。那你要是不舒服了就和我说，咱们先回来。好。韩赞外放6年，期间被皇帝指派去修河渠。如今漕运恢复运转，河道完好无损，韩赞自然要升官回京。丁香姐姐，韩大人，阿蜜妹妹，康年拜见谢家姨母、谢家姨父。年哥儿，快快请起。当年走的时候，我记得你才长到我腰间呢，如今都这般高了，想必日后也是挺拔俊俏的小郎君。姨母好看，姨父好看。不怪孩子说他一个男人长得好看呢。多年前他还在京城时，这人通身嚣张气焰，堪堪遮掩俊美面庞。如今谢之让眉眼间多了几分宽和，周身气势温顺不少，便叫人一眼看见他这张过分精致的脸。郊外风大，咱们到了府上再好好说话吧。听妹妹的。2位当家夫人做的决定，谢之让和韩赞自然是没什么意见。所求不过潇洒人世间。陛下身子可还好？一般吧。去岁皇帝罢朝1日，这是皇帝登基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次。有传闻说是皇帝吃了丹药，久睡不醒。旁人都说是那道士带坏了陛下的龙体，那禅系真人又是你找来送进宫里的。外间都说你狼子野心，图谋不轨，妄图子夜兄，这些可是真的？连韩赞这等远离权力中心之人都知道了，看来确实是甚嚣尘上，满城风雨。韩玉谦一回来便质问我，还记不记得你欠我钱啊？当初子夜兄借我1整袋金壳子，里面还塞了5张100两的银票，折合银两共567两9千。我先下没带钱，待回府后取钱，我亲自登门归还。如此，子夜兄可愿同我说句实话？是不是我做的不重要，当初是看在内子和令正有交情的份上，我才帮你一把。但你该知道，朝堂之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谢子夜，这是条不归路，陛下已经这般宠幸于你，安安分分的做个纯臣，难道不比你现在这般如履薄冰的要好吗？退一步讲，你便舍得让嫂夫人为你担心吗？韩赞，子夜兄当年雪中送炭之情，我牢记心中。若有一日你改变了主意，尽管来找我，我一定帮你。找他干什么？找他教自己怎么当一个愚忠的蠢臣吗？子夜兄何时信佛了？图个心安罢了。阿蜜妹妹信佛不成？前几年生病有些严重，我夫君他担心我，便去求了这串珠子。刚好戴上这珠子，病就开始见好，他便再也不许我摘下来了。谢大人待你可真好。是呀，他很爱我，我也很爱他。不说我了，丁香姐姐，你和韩大人如何？老夫老妻，就那样呗。姐姐，那位杨姨娘，如今她如何啦？那位曾大人的妻子清溪郡主找人买通产婆，欲对我下毒手。事发之后还栽赃给杨姨娘。这杨家乃是曾方海的外家，杨家将家中庶女送给曾方海做妾，先前送过去那个一直生不出孩子，杨家便动心思再送一个。对于年轻貌美的杨雨桐，清溪郡主自然更加忌惮。于是清溪郡主撺掇丈夫给韩赞送小妾，以此来拉拢他。曾方海思虑一番，便答应了。杨雨桐初时还仗着杨家和曾家的事耀武扬威，自从被栽赃之后，他就看清自己的地位，而且他知道韩赞不是他能勾到手的人，也就歇了心思。谢冉是谢之言和王仪珍的女儿，如今刚刚2岁。江蜜看看坐在谢之让身上的谢冉，忽而想起谢婉小时候。那时的谢之让锋芒太甚，对着谢淼和谢婉兄妹2人，即便心中有疼爱之情，那张嘴巴却是厉害得很。可现在的他温和不少，
待谢然也是疼宠，谢婉莫不是因此事而心里不高兴了？阿婉，你在想什么？您瞧，便是三叔都对冉姐儿没办法呢。前些日子有些人家上门来提亲，却被你三叔尽数赶了出去，只说要留你在家中多留几年。阿婉，你自己怎么想？三叔三婶可不准嫌我烦，叫我早早赶出门去，我还想一辈子赖着你们呢。阿婉不想嫁，三叔三婶养你。他有时是会羡慕谢冉，父母双全，一出生便被所有人捧在手心里。可他不会忘记那个午后，江命将他从潮湿闷热的假山洞中拉出来，也不会忘记那个午间，谢之让顶着一脸不耐烦，一遍又一遍地陪他玩华容道。那些是独属于他们的回忆，因为三叔三婶待他足够好，他便不会嫉妒别人。次日下了朝，皇帝召谢之让去乾清宫，端是没眼看。子夜来了，陛下这般高兴，可是有什么喜事？朕自然是有天大的喜事要同你说，朕又要做父亲了。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！陛下身强体壮，乃江山社稷之福。这还是要多亏你呀！若非你替朕寻到了禅溪真人，朕恐怕不会如现在这般精力旺盛，更不会在知天命的年纪还能当了父亲。子夜啊，朕要好好的嘉奖你。都是微臣的本分，不敢向陛下讨赏。怎的，还和朕生疏了不成？难道你也要和那些人一样忤逆朕吗？微臣不敢。臣有何事直说便是。陛下，微臣有幸得您信任疼宠，帮您处理政事，但近来朝堂之上有不少大臣对微臣口诛笔伐，斥责臣僭越擅权，微臣实在是不敢在此时惹人眼。岂有此理！陛下，妾身害怕。不怕不怕，朕准你的，你便去做，不必理会那些老东西。倘若他们再敢知会，你便成全了他们这番想要名垂千古的心。陛下，他们都是对社稷有功之臣，不可滥杀。你何时这般心慈手软了？杀了他们，微臣自然行事方便，但此举恐会令朝臣议论纷纷。微臣遭人斥责没关系，只恐损及陛下名声，望陛下三思。朕做事还要他们教导不成？究竟朕是这天子，还是他们是？你只管去做便是，不必管他们。是。过几日朕要闭关，批阅奏折一事便交于你手。陛下，此事不妥，理政一事应当交给内阁处理。若陛下不放心诸位辅臣，或可令太子监国，由微臣暂代批奏一事，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。那些内阁的老东西恨不得朕立马下台禅位于太子，他们都觊觎朕的皇位，只有你才是朕的心腹，交给你有何不可？此事就这么定了。是，微臣定不辜负陛下信任。你今年都28了，还不准备要孩子吗？虽说谢家是有45子方可纳妾的家规，但你不是渔夫之人，可有纳妾的打算？若有的话，皇宫之中朕任你挑选。微臣谢过陛下美意，但臣尚且没有纳妾的打算。当初怎么就给你挑了个不能生的呢？陛下，这个时辰皇子们正在练功，前段时日微臣太忙，疏于教导一事，今日得空便正好去看看。去吧去吧。终于来了。这些年随着皇帝逐渐放权，谢之让越来越忙，名义上还是他教导各位皇子习武，但实际上他却将此事交给了手下的锦衣卫。只有时空了，他便会去瞧一瞧皇子们练功练得如何。皇帝也默许了他的做法。谢之让在这皇宫之中畅行无阻，一路踩着宫女太监的行礼声，缓缓走到布库房。姨父，惯会偷懒？我这是对姨父以礼相待，怎能说是我偷懒呢？谢先生。七皇子已经弱冠，本来是不跟这群小的一起学习了，但他前段时间被太子摆了一道，遭皇帝训斥，便重新跟着小皇子们沉淀沉淀。太子近来春风得意，这也是避其锋芒的意思。回去你让贵妃看着点，别让人把孟昭仪的孩子伤了，莫要横生事端。这皇宫宫禁对如今的谢之让而言已是形同虚设，但他几乎不会只身往后宫里去，更不会和贵妃单独相处。一是怕惹人怀疑，二也是怕江密在意，毕竟贵妃还挺年轻的。至于那位孟昭仪，
便是谢之让给皇帝找的。随着皇帝年岁渐长，于房事上经常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禅溪真人给了他一张药方，皇帝便和他学习如何炼丹。服下自己炼出来的丹药后，他觉得精力旺盛，雄风大振。每每想起自己能夜遇庶女，皇帝便觉得自己掌握了长生之道。但能让孟昭仪怀孕，却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他在后宫之中到底根基尚浅，倘若叫有心之人下了药，留了胎，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是一个大麻烦。我知道了，先生。韩赞曾经给你讲过课，你可以试着拉拢拉拢他。他虽有些固执，为人却清正。端看修和一事，便知他是有才之人。你需要这样的人辅佐你。我记得先生，您同韩大人是朋友，怎的？我和他是两路人，互相看不顺眼的。先生若是不待见他，为何还要将他纳入麾下？此时正是齐心协力的时候，起争执总归是不好。以后坐那个位置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万事万物有黑便有白，只靠阴谋诡计是走不长远的。殿下终究还是要靠他们才能稳固江山。至于黑白之间的矛盾，便该由殿下你自己来调和。当你还是个孩子不成？这点事情也要我替你办？我知道了，先生，多谢先生教诲。七皇子愣愣看着谢之让，有些心酸。谢之让横他一眼，再不理他，扭头却见11皇子走着走着便要蹦跶一下，更加看不过眼。你腿有毛病啊？太久没见到姨父，我高兴嘛。这个年纪的哥，狗都嫌，更别提谢之让了。姨父，我想姨娘和阿婉姐姐了。我还听说您家多了个小妹妹，您能不能和父皇说，让我去您家玩几天呀？不能，自己去。自己去就自己去，去了我就和姨姨说你欺负我。哼！你最好是一天到晚守在你姨姨跟前，不然我非得把你打得你爹都不认识你。今日是每月接见各位管事，听他们汇报各自情况的日子。少夫人，你莫不是吃错东西伤着肠胃了？若不然，咱们请府医来看看吧。回吧，你去，请管事们稍等。哎，少夫人。恭喜少夫人，您有喜了。不是说世子不育吗？世子多年前伤及根本，确实难以生育，但人之身躯玄而又玄，说不得是这几年恢复了些，才使您有孕。谁家府医做成他这模样，一会儿帮着这个骗那个，一会儿帮着那个骗这个，他挣点养老钱容易吗？他差人去宫门口告诉谢之让怀孕一事，然后坐在美人靠上乐呵呵傻笑。他有孩子了。只高兴了一会儿，他忽然想起众多管事还在中堂等他议事，便小心谨慎地往中堂去了。大人，少夫人有身孕了。魏明还正奇怪谢之让怎么这么冷静呢，忽而就见他脚下一空，从马车上摔下来，直接摔了个仰倒。他自以为他是不在乎的，却不想竟会惊喜至此。你去北镇抚司告诉怀英，今日我告假。你如少年拉满弓，不惧岁月也不惧风。魏明重新看见少年义气的谢之让。阿密，你怎么不好好歇着？哪就这般金贵了？你瞧，没事吧？哼，我不信你，你就是个小骗子，惯会骗我。前次你生病，我见你没喝药，便问你好了没，你说好了，结果呢，晚上生生给渴醒了。你在我这里是没有信誉的。谢之让见他这快要睡过去的模样，心头软得一塌糊涂。睡吧，乖乖。世子，少夫人的情况暂且很好，这些年她身体调养得不错，胎儿也安稳，
但当下您的身体才是最紧要的。老夫方才替您把脉，发现您的脉象比之上次又差了不少。原本按着李婆婆的说法，谢之让会越来越狂躁，最终会失去理智，沦为杀人魔头。但不知道是不是5年前坠崖时那只深入身体的箭足带的毒改变了巫毒毒性，这些年并未出现李婆婆说的那种情况，她只是变得越来越爱睡觉，常常一睡不醒，醒来时头晕目眩。我还有多少时日？多则5年，少则2年。2年的时日应该够了，正好还能陪阿蜜将孩子生下来。少夫人那里她不问，你便不说；她若问了，你只将情况说得清醒，莫要实话实讲，我怕吓着她。既是无法逆转，世子便该早些告诉少夫人，好叫她心里有些准备。以老夫之见，少夫人不是那种柔弱不经事的人。我知道她如今怀着孕，我怕她知道了情绪会过于激动，那对她身子不好。等她生了孩子，我会找个时机同她讲的。世子心中有成算便好。但是相爱怎会无缘，山海各两边。江蜜有孕一事，谢之让只告诉了宁安侯、侯夫人和老夫人3人。老夫人喜得直念阿弥陀佛，宁安侯也是难得笑得见牙不见眼，侯夫人更是恨不得锣鼓喧天。若非是怕惊着孩子，她恨不能让人在府外摆流水席，摆他个7天7夜。江蜜怀着的那就是个金疙瘩，但江蜜尚未坐稳3个月，他们怕大肆声张会伤到母子2人，便也只敢在自己屋里畅快畅快。谢之让担心江蜜怀了身孕之后对府上之事力不从心，便拜托侯夫人出来看顾一二。二夫人只在自己心里猜测一番，也没多去打扰，还叫王仪珍最近也少去军景轩打扰江蜜。三夫人却是坐不住了，3天2头的上蹿下跳，很是烦人。怎的又吐了？我前几日让池子那边的下人勤打理，还是不行吗？阿蜜，早晨还好，午间这太阳一晒，味道一下子就变大了，熏得难受。那我去找人把池子填了。那池子里不仅有父亲养的鱼，还事关整座府邸的风水，还是别去了，我忍一忍，说不定过2日便好了。那便睡会儿吧，睡着了兴许能好些呢。他本是想直接叫人去把池子给填了的，可是想到什么又暂时作罢。有他在，他2人自可以率性而为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，不必去管他人脸色。可他时日不多，等他死了，江蜜一个人带着孩子该怎么办呢？他将这府上的人都得罪干净了，自己死了倒是一了百了，受苦受难的却全是江蜜，他该收敛些的。等少夫人醒了，去叫府医过来瞧瞧，以后少夫人有个什么情况，无论她怎么说，无论我在哪，都差人去知会我一声。知道了，世子。去找几个名气大的风水师傅来。谢之让招着那群人在书房中密谈片刻，随后便让人通知府上各位主子，他有事要说。我决定把小花园那个池子填了。这府邸是老祖宗代人建造的，祖宗传下来的东西，怎能容许你说改就改？而且那池子可是全家的风水眼，保佑咱们谢家富贵了多少年。我已寻了风水师傅在府中查看，他们说填了水塘之后，只要改变一下府内的假山位置，便与宅子的风水不会有碍。便是无碍，那也太兴师动众了些，怎么就非要把那水池给填了？我嫌臭。谢之让在这府邸生活了近30年，都没嫌这水池臭，怎的今年就突然嫌弃它的味道起来？怕是因为江蜜怀了身孕，觉得那气味恶心吧。
三郎，可是你媳妇儿……三魂灭。我上次让你给9郎10郎相看媳妇儿，看得怎么样了？母亲，我都给他们瞧着呢。不就是怀个孩子，当着府上谁没生过似的，连问都不能问了。这么看起来，老二家的虽然福薄了些，但至少是个聪明的，不会上赶着来给他添堵。我知你不待见9郎，这事儿毕竟是老三的过错，我本不欲说你什么，可你自己瞧瞧，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儿？给10郎安排的一个接着一个，不是出身高门显户，就是才情兼备。给9郎的统共就3个，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不是你亲生的不成？哼，自己房里的事儿尚且理不清楚，你还有闲工夫管老大家的事儿不成？此事与整个谢家无碍，那便无需多言。老夫人今日难得这般疾言厉色，明着看是为了江蜜腹中胎儿，可未尝不是把她放在心上。她真心待老夫人，老夫人也将她当作自己疼爱的晚辈。阿蜜这些年的苦心经营也不算白费，日后她死了，也能多个人护着阿蜜。一阵风抖落在水月中。启禀陛下，魏禅弹劾锦衣卫指挥使于闹市之中当街纵马，扰乱京城秩序，此人如此目无法纪，还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启禀陛下，魏禅弹劾锦衣卫指挥使与宵禁之时在外行走，藐视我朝律令，望陛下三思。朝堂之上难得这般上下齐心。谢卿，你怎么说？回禀陛下，纵马一事事出有因，但确实是微臣鲁莽，此事还请陛下责罚。但宵禁一事，微臣执掌锦衣卫，夜间办案也是常有的事，至于其他更是子虚乌有。今日诸位大人此般攻讦臣，微臣心中很是疑惑，有些事情过去那么久，为何当时不提，今日却忽然提起？陛下，此前朝中诸位大臣对谢指挥使的不当行为隐而不发，实是因为当时朝堂之上有诸多大事由陛下决断，不敢再让这等小事令陛下心生烦恼。但陛下此刻指明让谢指挥使暂代批奏一事，便不得不将这些事情告知陛下，以小见大。可知谢指挥使并不是合适人选，太子乃国之储君，由太子监国，实乃名正言顺，还请陛下三思。退朝。天干物燥，小心。那这件事该如何处理啊？能怎么办啊？耍无赖呗。他躲着闭关去了，就将这烂摊子甩给我，左右是吵不到他头上去的。啊，不会吧？一国之君不能这么无赖吧？还真能。曾德清一翻开那本奏折，见上面本该是朱红色的批注，如今变成蓝色。他是没想到皇帝竟然能做出这等不要脸的事。太子一派自然不甘心就这么把权力放给谢之让，于朝事上对他多有阻碍。但谢之让浑不在意，拒不上朝，那便罚俸扣薪，再撸掉几顶官位低些的乌纱帽，双方就这般对峙几天。很快那些官位小的便熬不住了，都是寒窗10年苦读考上来的，谁也不想就这样沦为牺牲品。那几个位高权重的倒是想熬，谢之让直接将送到他们那里去的奏章全部按下，没过几天他们便熬不住了。说来此事还得感谢陆文元陆次府，以曾德清为首等人罢朝之后，谢之让大摇大摆去了陆府，和陆文元密谈一整日，而后顶着月色回府。之后那些由内阁经手的政事便尽数让陆文元一个人处理。
陆文元平日风头不显，但怎么说也是3朝元老，朝中有不少人要看他的面子。众臣见陆文元默认谢之让暂代批奏一事，便也歇了闹腾的心思。曾德清怕陆文元会借机夺了他的地位，没撑几日便也回来上朝。一场闹剧就这般落下帷幕。江蜜最近吐得更加厉害了，没过几日，江蜜消瘦得厉害，看起来格外虚弱。谢之让心疼，皇宫也不去了，叫人把奏折搬到家里来处理，整日寸步不离地跟在江蜜身边。去请溥仪。算了吧，溥仪早就来看过，只说这是妇人怀孕都有的反应，江蜜严重些。阿蜜，不生了，我们不要这个孩子了，好不好？不行，阿让，这是我和你的孩子，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有的孩子。我想看看咱们俩的孩子到底是像你多一点，还是像我多一点。我想看看和咱们俩都很像的小孩一点点长大成人，你要和我一起的，好不好呀，夫君？可是你太受罪了。那你亲亲我，这样我就不难受了。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但加其心善，不该为我之过错受苦受难，一切报应都该由我一人承担。我心虔诚，最图愿入阿鼻地狱偿还罪孽，只求佛祖保佑我妻怀孕生产皆顺利。倘若母子平安，我定跪行殿外3000台阶前来还愿，愿我妻一世平安。我生于天地间，本是长生不老仙。我坐看云起时，一步来到这人间。我小酌一壶酒，看那俗世喜与忧。自在潇洒，红尘悠悠在我心中流。不知道是谢之让那一跪到了神佛心软，还是江蜜刚好将那段难熬的时日熬了过去，他的食欲渐渐好了起来。江蜜身体康健，谢之让便轻省些，处理政务更加游刃有余。虽然曾德清和太子等人依然对他很是不满，但有陆文元和韩赞等人相帮，谢之让在朝堂之上可谓如鱼得水。皇帝闭关10数日，终于出关。真人不愧是真人，此番服下丹药，闭关修炼数日，朕果然觉得力气充盈，仿佛一下子年轻了10岁。赏子夜啊，这段时由你代替朕批奏，可有发生大事？陛下，微臣幸不辱命，勉强维持朝堂，但到底万万比您不及。如今您顺利出关，更将龙精虎猛，与江山社稷而言，乃是一件大好事，也让微臣心中不再惶恐。皇帝见他这般识趣，并不贪恋权柄，既十分满意，又心生好奇。前段时间你代朕批奏，朕瞧你做得极好，倒不如继续帮朕，由你帮忙处理奏折，朕定能轻松不少。陛下，内子如今怀有身孕，微臣得多陪陪她，您可切莫再让我帮您处理奏折了，臣没空啊。你倒是真稀罕她。陛下，内子如今尚未做满3个月，还请您帮微臣瞒着些，莫要让别人知道了。朕岂是那多嘴多舌之人？再说了，朕和谁说你妻子怀孕的事儿？滚滚滚！
太子原还想着谢之让对批奏之权不会这么轻易松手，想着是否可以在此事上做做文章，他却没想到谢之让还真说放手就放手了，让他这满腹计策无处施展。太子让人去探查谢之让，得知他的妻子谢江氏怀有身孕。这些年，太子偶尔会找个机会和江蜜说说话，可是没一会儿，人便会被谢之让给带走，惹得他心中更是痒痒。他原先没有这么大的执念，只是见谢之让将人看得这么紧，他又一次次在谢之让手上吃瘪，便对江蜜念念不忘。他太想知道那个永远散漫恣意不可一世之人，见到自己的掌上明珠被人折辱时，会露出怎样极指怒目的表情。太子会知道江蜜怀孕，是因为彼时江蜜正好坐满3个月的胎，谢家上下便没有再刻意瞒着。三夫人前次被老夫人一通呵斥，安分了不少，但叫她就这么看着江蜜顺顺利利的，她心里也不痛快。在她心中，当初若不是谢之让和江蜜横插一脚，那劳什子表妹就能将谢之恒那个私生子死死钉在老大头上，也不会让他跑到三房来碍他的眼。而且在江蜜尚未嫁进来之前，大房就是一团散沙。三夫人每次见到大房的闹剧，再想起自己和和睦睦的小家，心中优越感油然而生。可是江蜜来了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你们不是相亲相爱一家人吗？我倒要看看地狱之下，你们还拿什么相亲相爱？淼哥哥，按照礼法，本该就是由你继承你家的爵位，你三叔叔怎能看你年纪小就欺负你呢？永昌伯家的嫡幼女刘若烟，谢淼和刘若烟自小在陆家私塾上课，二人也算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永昌伯卖儿育女，只为自己的仕途能更进一步。如今小女初长，她是待嫁而孤。谢淼怕永昌伯将刘若烟卖给别的男子，就提前央求家中长辈去刘家提亲。谢之让和江蜜成婚多年未有子嗣，外间对这勋爵之位的继承也多有猜测。永昌伯有心问个明白，却没那个胆子，又怕惹得谢之让不痛快，便答应了这门亲事，只让两小儿定亲。若烟妹妹，我三叔对我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淼哥哥，连我那亲生爹娘都将我当作攀附权贵的筹码，你三叔三婶和你到底隔了一层。你真心待他们，他们却将你当作生不出孩子的退路。如今他们有了孩子，便将你踢到一边。你莫要再说了，我先前便和你说过，三叔是为了保护我们才做这个世子的。倘若不是三叔，我怕是7、8年前就要死了。而且他和三婶婶都待我那么好，如今我还要觊觎这个爵位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那我呢？你知道吗？你三婶婶有孕的消息一放出来，我爹爹已经在为我物色新的夫婿人选了。我偷偷去看过一眼那些册子，里面竟然有将近40岁的一位老侯爷，他比我爹爹的年纪还要大。我真的好害怕呀，淼哥哥。若烟妹妹，你别哭，我做不成世子，可是我可以去考取功名，而且我还在七皇子身边做事，我日后肯定可以出人头地，为你正高命，我不会比世子侯爷差的。再不济，我三叔是锦衣卫指挥使，看在他的面子上，你父亲会让你嫁给我的。我明日就回去让我三叔去你家下聘定日子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不相信你，他这么多年了都生不出孩子，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怀孕？一切都是他害的。在我心里，她比我娘亲还要好，她怀孕了要高兴的呀。不可以高兴，她是你三婶，不是你亲娘。只要你三婶婶没了孩子，这个世子就一定是你的。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三婶婶腹中的孩子是我的弟弟妹妹啊，怎么就能没了？你舍不得你的弟弟妹妹，你就能舍得我吗？淼哥哥，我多爱你，我对你多好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淼哥哥，你不要若烟了吗？我要你的，若烟妹妹，我很喜欢你，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你欢喜我，便要娶我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要娶你。你要娶我，就一定要当世子，你当世子才能娶我。娶你当世子。前些年江蜜未有孕时，家中是把谢淼当作嗣子培养的。谢之让不孕一事虽没告诉其他几房，但见江蜜肚子这么多年都没动静，谢淼那里又那么大规矩，猜也能猜到几分了。可是随着江蜜意外怀孕，这一切都变了。
江蜜最开始还担心谢淼会难受，但他观察了几日，见他神色间并无不愉，对他们的言语举止也不见生疏，便知这孩子没往心里去，倒也放了心。可这几日不知怎的，江蜜就觉得他不高兴，整个人都有点蔫蔫的。阿淼近来学业这般繁忙，我好长时日都没见着你啦。哎呀，问你话没听见，耳朵聋了还是嘴巴哑了？这几日先生布置的课业有些多，我又跟着七皇子忙里忙外，便疏忽了，惹您担心了。哪里就称得上是疏忽了，都是一家人。我上次见你的剑穗磨坏了，便给你新编了一个，你瞧瞧这样式可是你喜欢的？那个剑穗是他编的。剑穗被磨坏了，他拿着剑在他面前晃了许久，他也未曾注意，可三婶婶却……三婶婶，方才我是骗你的，我多日未曾来见您，是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您。我知晓家中先前是将我当作嗣子培养，但三婶婶您如今有孕，这爵位日后自该传给您腹中胎儿，我不该觊觎。他们都说三叔三婶只是将我当做一条退路，我私心以为是假的。您二人待我很好，但刘家妹妹也这么说，我狠狠地训斥了她，她却哭着同我说，若我当不成这世子，她便嫁不了我。她爹爹娘亲只将她当作攀附权贵的筹码，她好不容易遇见我这样真心待她之人，便不想错过我。她要我想一想办法，让我接着做这日后的世子。我不想答应，但她一直哭着求我，我舍不得她，所以我没脸来见三叔三婶。我愧对于您二人。按说袭爵一事只有他们几个知道，连谢淼和其他几房都没明着说，刘若烟一个外人怎么会知道呢？我说你蠢，你还真蠢不成？不说我，只说你三婶婶替你操心这个操心那个，你却还要怀疑她的用心，当真是一腔真心为了狗。也不对，这么掏心掏肺的对一条狗，都该将它养熟了。今日你既提到了此事，那我便和你说个明白，省得你这蠢出升天的东西又叫人给几句话撺掇了。这爵位本就是你父亲的，当初立我为世子是看你年纪小，撑不起这家，若不是看在你祖母的面子上，我懒得接过这狗屎一般的烂摊子。我不稀罕这爵位，不管我和你三婶有没有孩子，这爵位我都会还给你，这本来就是你的爵位。之前是看你一个人躲在少林寺，懒得管你，等你回府之后，你的一切规制和教导都是按照世子的规格操办，便是你三婶怀了孩子，也没给你降等，却不想你自己蠢得连猪都不如，三言两语就被人哄骗了去，全然不用眼睛看，不用脑子想，赶紧滚出去，别在这里碍我的眼，老子怕你呼出来的气把我小孩都给熏蠢了。好了好了，夫君，不生气了啊！气大伤身，万一伤着你自己，我可心疼了。没吓着你吧？又不是冲我生气，我怕什么呀？阿米啊，谢淼那般混账，那般糟蹋你的真心，你就不生气吗？我不生气呀，淼哥只是因为心上人，一时想不开罢了。他知道我们是真心对他好的，所以愧对我们，不敢来见我。若他当真是小白眼狼，早该对我腹中孩儿下手了。他敢？他当然不会啦。他今日向咱们吐露衷肠，便意味着他是信任咱们的。淼哥才没有你说的那么蠢呢，我相信他自己就能处理好这件事儿的。你若不信，那咱俩就打赌，输的那个人就要给赢的那个人做一件事儿，如何？好好好。他同刘若烟情意正浓，怎么舍得就这样放下他？可是倘若他真的将刘若烟娶进了门，三婶婶又该怎么办？他对这个爵位如此执着，甚至说出三婶婶没了孩子这样大逆不道的话。万一他对着孩子下手，即便他只是嘴上说说，并没有这般心狠手辣，可他心中真能就对三叔三婶一点芥蒂都没有吗？他怕因为他和他搅得家宅不宁，更搅得三叔三婶不得安生。空荡的街景，想找个人放感情，
任何祸乱都应该在露出一点苗头的时候尽快掐死，如此才能避免遭受大难。我们的爱情像你路过的风景。晚膳便在这里一起用吧，让小厨房准备一道柱头春和黄鱼羹，再把虾质换成银鱼脯。是，少夫人。被撤下去的菜是谢淼不吃的，新添的菜则全是他爱吃的。侄儿不孝，当初是我一心想要求娶刘家姑娘，养着你二人替我去提亲的，如今却要烦请三叔三婶再次登门永昌伯府，帮侄儿退亲。退亲？你要同刘姑娘退亲？是。阿淼，这个决心是你深思熟虑之后下定的吗？是。君子气侠，壮士断腕，这次的事儿倒做得还不错。遥望着薄暮天，有几句念着窗前。舍不得你那好妹妹？那正好，还没去退亲呢，把她娶回来吧。我若把她娶进门了，她整日闹三婶婶怎么办？三婶对我那么好，我不能不孝。算你还有点良心，她也没白疼你。打定主意要退亲了，就别唧唧歪歪的。我这不是忍不住吗？我心里都知道，可是我和他到底这么多年的情谊，哪里是这么容易就抛舍的？而且他说，如果我不娶她，她就要嫁一个40多岁的老侯爷，我怕她吃苦。你还怕她吃苦啊？你多心疼你自己吧。你不愧是你爹的种，看女人的眼光简直是一脉相承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被他骗了，让人耍得团团转，真是蠢死你算了。原来早在上次谢淼同他夫妻二人吐露衷肠之后，谢之让便派人去查了这位刘若烟的底细。他借着在陆家私塾上学的机会，广泛结识高门大户人家的公子哥。和他保持亲密联系的除了谢淼，还有另外3位公子，只不过4人当中谢淼条件最好罢了。便是谢淼和刘若烟退亲，也实在不必担心她会嫁给40岁的老男人。他还有另外3位世家公子呢，所以那些花前月下、海誓山盟都是假的，他骗的。三叔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先回去了。这蠢孩子不会真受不了这破烂事儿，回去上吊了吧？你和他说啦？这种事儿说出去都嫌丢人。这有什么可丢人的？若要说丢人，那也该是那刘家姑娘丢人啊。阿淼只是心性单纯，不愿意把人想得那么坏罢了。他单纯，他不愿意把人想得那么坏，那我是什么？那你再把他拎起来打一顿，我肯定不护着他。不对，他曾经这么欺负我夫君，我要亲自教训他。你呀，就会哄我。那让让哥哥要不要叫我哄啊？冬去春来细雨绵绵，花开四季直到你来年，为你把蜜语甜言化作柴米水盐，换了眉眼又红了眼。夫君啊，没事。好端端的办什么宴会呀？母亲，您不是让我替9郎、10郎相看媳妇儿吗？我想着将那些姑娘们请到家里来，一则可以叫9郎、10郎自己合眼缘，二则也是生了想让母亲您帮忙长长眼的心思。罢了，如今元娘有孕，我们3房的儿郎便是一辈子不娶妻了，也要叫元娘安安稳稳的把孩子生下来。你说的什么混账话？那宴会你便和你大嫂看着操办吧，只避着些，莫要惊到元娘。哎，儿媳明白的。他借着举办宴会的名头，将刘若烟邀请到府上来。你们谢家真的欺人太甚，
你们折辱我也就算了，可我却由不得你们这般折辱谢小公子。家中为我们定下亲事后，我二人心中十分欢喜，只想着与彼此互相扶持，共度余生。你们却要这般棒打鸳鸯。当年的李世子多么风光霁月，我幼时有幸见过一面，当真是如天人之姿。这般出类拔萃之人，却可惜英年早逝。说他膝下尚无子嗣，那这爵位自该由他弟弟继承。可谢小公子还在，这世子之位却落不到他头上，我一个外人都对他心生怜惜。你们这些做叔叔婶婶的，就毫无羞耻之心吗？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我宁安侯府胡乱攀扯？江蜜只以为这事儿退了亲便结束，却没想到刘若烟竟跑到谢家闹了起来。大家怎么都站着？这么一出难得的好戏，可该坐下来喝点茶水，吃点瓜子，好好听一听的呀。谢少夫人，您怎能这般折辱我？你一人闹出的动静，比那一整个梨园戏班子还要厉害，我这是夸你呢。左右，谢少夫人仗着谢指挥使，哪里是我这等小门小户出身的女子敢招惹的？不都闹到我府上来了吗？说什么敢不敢的？我今日非是特意来府上闹事，实在是见不得谢小公子再这般受你们欺负了。刘姑娘这话说得有趣，淼哥乃是谢家世孙，更是未来的世子和侯爷，我们对他疼爱还来不及，怎会欺负他呢？您莫不是在众人面前说谎的吧？您腹中已有胎儿，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袭爵吗？有些事我原想着自己家人知道便好，但刘姑娘对我宁安侯府的家事这般在意，那我还是解释一二比较好。我家夫君并不贪恋权柄，也从未觊觎过属于大哥的爵位，这位置本该就属于淼哥的。我夫君得陛下信任，前段时日暂代批奏，便将改立世子一事按下不表。近些日子陛下出关，我夫君已经上表，请陛下改立淼哥为世子。刘姑娘现下知道我们从未欺负淼哥，可否要回家去呢？罢了，是我攀不上侯府，是我不该心生贪念，左右是你们说提亲便提亲，说退亲便退亲的。我们刘家哪里能说什么，哪里又敢说什么呢？不说就给我滚！遥转远去今谁家？南唐山下孤声远天涯。一瞬间，花厅内只剩谢家人和刘若烟。嘴上念着不敢说，话却一句更比一句多。这么能说会道，那嘴皮子割下来喂狗，说不得我的狗也能开口说话。谢淼和他说过，他三叔嘴上骂得比谁都凶，却待他兄妹二人极好。他捏着谢淼，他不敢对他怎么样的。你身为锦衣卫指挥使，怎能这般以权谋私，滥用职权？我分明什么都没做，凭什么让锦衣卫压我？我连你爹都敢抓，还怕你？再叫我就把你舌头砍下来扔给你爹，让他亲自去诏狱帮你缝回去。你不敢割了我的舌头，你也不敢杀了我。若我死了，谢淼该怎么办？同你退亲不是我们的意思，是谢淼自己的主意，你不必拿他来胁迫我。哼，那又如何？他就是要娶我，他一定会娶我。我要娶若烟妹妹，我要娶若烟妹妹。谢小公子爱我如痴如狂，你们口口声声说疼爱他，应当会成全我们这对苦命鸳鸯吧？刘姑娘今日来这府里大闹一通，便是想要嫁给我家淼哥吗？对，我就是要做世子夫人。毕竟谢小公子没了我，可活不下去了。左右不是我儿子，死就死了，对我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，我有什么可在意的？我该谢谢你才是。谢淼自尽，让他去死！我成全你们这对苦命鸳鸯。不要，不要！再去查，我要知道关于他的所有消息。刘若烟被扔在宁安侯府的地牢之中。
谢淼失血过多，脸色苍白地躺在床上。谢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，府医也诊断不出。夫君别担心，阿淼会没事的。他担心谢淼，一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二也是因为江蜜。他所剩时日不多，谢淼是最好的世子人选。若谢淼有事，他就必须另外再找一个孩子培养。2年多的时间太短了，他不放心。刘若烟并非永昌伯府嫡女，她的生母其实另有其人。当年驻守北地的谢家军大胜，班师回朝时带回不少战俘，其中有一人出自宿氏，娇艳动人，容貌无双。牙婆带着她没过2日，便被一位公子买下。高门大户之间赠妾再正常不过，几经流转，他便落入永昌伯手上。没过多久，他便怀有身孕，这孩子便是刘若烟。但天下男人多薄幸，永昌伯也不例外，他很快又有其他宠姬。苏氏女接受不了心上人的出尔反尔，在年复1年的期待和绝望之中，彻底疯了。永昌伯害怕他的癫狂，也怕自己有一个脑子不正常的小妾传出去会丢人，但他到底舍不得杀了苏氏女，便将她锁在一隐秘之处。搜家。谢这位使，大驾光临，不知所为何事？本官怀疑永昌伯府窝藏奸细，务必仔细搜查。谢大人，误会啊！我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窝藏奸细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冤不冤枉的，那得跟我回赵狱去说。那关藏苏氏女的地方再隐秘，也抵不住锦衣卫有心搜查。这药怕是那苏氏女为负心薄幸的永昌伯准备的。他死了吗？你希望他死了还是活着？我遇到过很多男人，只有他对我最好。他会带我骑马，给我买糖葫芦，还会耐心地听我说话。那天他去玉芳斋排队，排了整整2个时辰，帮我买回来我最爱吃的云片糕。我姨娘也爱吃云片糕，我和她说我爹爹想把我嫁给一个老侯爷，他肯定以为我是骗他的吧，其实是真的。我爹爹为了权势什么都做得出来，我恨他。谢淼哥哥。谢之让在问过谢淼的意见之后，没杀刘若烟，只是勒令永昌伯将刘若烟看管好。永昌伯只以为自己小命不保，在诏狱中哭得涕泗横流，悲痛欲绝。如今一朝得知自己还有命在，他连忙保证自己会将女儿看管好。他只在意自己，才不去管女儿怎么突然之间就疯了。准备时，忽然柳暗花明，见到了生的希望，而且这生的希望还来得这般不可思议。可曾听闻过留痕？谢之让本是想去找三夫人算账，却不想江蜜最近一直缠着想吃嘉庆子，这嘉庆子便是李子蜜饯，无论是腌制还是晒干，江蜜都爱极。谢之让知晓他爱吃，便将全京城所有国府蜜饯铺子里的嘉庆子都买了个遍。皇帝那边也有事儿，他两头忙得很，自然是要把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往后挪一挪。他没空和他算账，但到底咽不下这口气，便让护卫们先去拆家发泄怒气，去他们院子砸了一通东西。呸！
就是个生不出儿子的贱命，以为拼命吃酸的就能让胎儿长出瓣儿来了。两口子踩着叔叔婶婶的脸作威作福，觉得香火才是最好。孕妇的口味一天一个样，昨日还对嘉庆子很是喜爱的江蜜，今日忽然就对新鲜的李子产生兴趣。谢之让一边让人去集市上采买，一边去宫里向皇帝讨了些嘉庆礼。乖乖，发什么愣啊？我只是突然想起咱俩去岁夏日去庄子上避暑的事儿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俩去摘李子，我够不着，你便把我抱起来放到树上去，我坐在树上看着那一个个李子又大又红，摘下来便吃了一个，结果我一低头就见你一直看着我，把我吓了一跳，差点从树上摔下来。谢之让当然记得，这小娇娇又馋又怕被人看到丢了世子夫人的脸，便弯着身子偷偷吃，活像只小老鼠。要不是他眼疾手快把人捞住，江蜜怕是要在床上躺上好几日。是不是想着那时候好玩呢？是的呀，可惜你不爱吃酸的。不知道呀，那李子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时候是最新鲜好吃的，一口咬下去，那汁水能流到人心里去。今岁你有孕在身，不能随意离府，辛苦你了，阿敏。本夫人为世子生儿育女，你这小奴却只想勾着我去玩耍，看本夫人怎么惩罚你。哼！好夫人，我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好夫人，你就饶了我吧。风送雁归来，听写着历史雨来带，冰川春飞放飞在兰江春深处，青山入我怀。江春新摘，在文化车厢涌进台，街路南三几分要强，春寒落云处，是春路相待。待他日寻风江眉山轻描粉黛，风秋时便收尽满山满淡，山如乖乖，帮帮我可好？好乖乖，我好难受。待他日寻风南来，江眉山轻描粉黛，风秋时便收尽满山满蓝，山入怀而入我梦来。乖乖，可知男人身上最脆弱的地方是哪儿？不觉。哈密，
我教你这些，只是想着能稍稍放心些。私心里，我希望你一辈子都用不上这些手段，我只要你平安喜乐。江南有一家胭脂铺，名为花颜醉，生意很是红火。据说其东家乃京城3品大员的夫人，不少同行虽然眼红，却也不敢轻易下手。那大官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倒也不那么惹人注意。花颜醉的那位女掌柜，倒一直是江南的风云人物。据说花颜醉太半胭脂皆出自那位掌柜之手，每推出新的胭脂，几乎是一夜抢空。这般出众的女子，居然尚未婚配，只带着寡母过活。你在江南少见雪，我在京城无言语。又看一年风雪落满地，秋去冬来未有期，漫漫人间不见你。兰儿，我已经从定国公府搬出来了，等我来娶你。那是一棵李子树。你昨日不是说新鲜刚摘下的李子最好吃吗？这是今早我特意去庄子里挑的。近岁你不能随意出府，但你生了孩子，我再带你去玩，你想去哪里，我都到家陪你去，可好？你怎么这么好呀，夫君，我好爱好爱你呀。烟波花热了白，月下举杯敬沧海。